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恩，相信你们应该看到这则官方邮件了。策划面对面之阵型系统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阵型目前在哪些场景生效？除了埃及之战、奥林匹亚之巅、伊城纷争、怒海争锋，其他场景都会生效，但是后面官方有提到将会在后续的更新中逐步开放生效。其实我认为说不应该要生效才对啊，这些场景，因为有些玩家他们王国年龄可能并没有这么老，可是就会遇到我们这种比较旧的王国，可能军器啊装备全部都已经弄好了，各种方面还是有悬殊，就很像 KVK 那样。假设只会匹配到同一个赛季的王国其实还好，但是匹配到一些比较新的王国就太惨了。不管那个游戏过了多久，总会有新的王国嘛，旧的玩家肯定会吊打新的玩家，所以我觉得官方这一点还是要考虑一下。军器和阵型对于驻防或集结部队是否生效？生效的方式跟我们现在装备是一样的，只有车头的军器装备会生效而已，其他的部队是不会的。集结还好，我们可以看到阵型，但是驻防是完全看不到，所以会问这个问题也算是正常了。贤者之证可通过哪些途径获取？游历委托支线任务，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正通人和一战中的军器商店兑换及宝石购买。我坦白说了，其实贤者之证获取的数量其实还蛮快的比四盟之书还要快，但是也就是靠我们完成这些任务拿到的。有时候你完成任务，像是游历你拿到这些书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生气，除非你是已经把建筑物升到25等级了。再来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获得了拥有铭文但是属性差的军器怎么办？只能回收吗？官方答复，在后续的更新中我们会增加新的功能，该功能可帮助执政官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已获取的军器属性，您可通过该功能调整军器的属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好有坏，坦白说现在因为军器是看运气的方式嘛，所以有钱不一定可以拿到好的军器。除了打 KVK 可以获得比较好的铭文之外，军器还是要靠运气，可以让无氪平民玩家有翻身的机会。假设说官方出了这个调整属性，我不确定是更改多少。有氪金买礼包的玩家可以拿到的箱子里面打开有金色跟紫色的军器，但是没有买礼包的玩家获得蓝色军器的几率高于其他的颜色。假设官方这里所谓的更改属性，也有可能你拿到金色的，但是是工兵，你想要步兵就可以换成步兵。对于我这种玩单兵种的玩家其实是好事情，但是对于一些小玩家来讲，这个并不是好事情。有买礼包的玩家，他们有的军器回收也比较多，军器回收多了，金币就比较多，可以去购买更好的铭文，再加上这个更改属性的话，他们的军器就会变得更强大。以氪金的玩家去想的话，我氪金为什么我不能拥有好的军器呢？对于平民无氪玩家来讲，这个就不公平了。我是认为啦，有氪金你可以拿到金色紫色的军器，这个已经算很好了，后面你还可以回收去拿到金币换更好的铭文，这一点其实已经超越一般的玩家。如果再加上这个可以更改属性的话，就差很远了。这个东西就叫洗军器。所以你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军器，但是它的属性并不是你想要的，铭文还不错，可以保留着。不过这点我们还是要再看不知道官方这个推出有什么改变，也要看它具体操作是怎样的。获取的军器是否可以更改铭文？铭文是可以更改的，可是你的军器原本有一个旧的铭文，你改了之后，旧的铭文就会被覆盖掉，除非你的军器是金色的，金色可以放2个铭文，刚好你有一个已经放了铭文，另外一个还没有放的话就不会覆盖上去。最后委托刷新的机制，完成委托领取奖励后就会随机刷到一个新的委托，但是你完全没有碰过的委托就会永远在那里。这个部分我在昨天的影片有投诉过了，我觉得官方应该要每天更新才对。那你可以说今天你完成了哪一些任务，只会更新哪一个任务，这样就还好。但是它是全部都不会更新，那知道我今天全部只剩下蓝色的军器任务可以去做，不然就是一些很废的东西。我也不想要求这么高啦，只是每天更新一次，这样子不过分吧？不然要强制我去拿一些没有用的军器干嘛？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原本刚刚影片就要结束了，因为我在帮家里油漆的关系所以没有更新到影片。结果今天早上官方又发多一封邮件了，为了保证游戏的公平性，全新上线的阵型系统暂时不会在奥林匹亚之巅、埃及之战、伊城纷争、奥西里斯联赛和巅峰赛中生效。但官方这里还是放暂时而已，所以之后会不会更改我就不懂。老实说，真的为了公平性的话，这些副本活动就不要加军器进去了。我昨天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委托是金色箱子的，
这个箱子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我那些蓝色的任务我全部都去做，贤者之证的任务也去做才可以拿到，结果拿到的军器还是这样子的，还是加野蛮人我是野蛮人杀手。